当整条华尔街甚至连巴菲特都出来唱衰美国经济的时候，那这一次的美股暴跌呢，就只会是第一滴血。而当血流成河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生一次的抄底机会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医生。就算你从来不看什么财经新闻，但你在耳边应该也会隐隐约约的听到，美国政府今年要做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对全世界加关税。而这时候呢，现在走路都要用拐杖的巴菲特竟然冲了出来，告诉你关税呢就是一种战争，战争呢是不好的。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他在讲废话，但你思考一下，如果关税等于战争的话，那现在美国要对全世界加关税，这是不是就等同于美国要对全世界发动战争啊？那这就算打仗又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俄乌战争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冲着飞过去这两个地方移民呢？你会不会把全副身价都压到这两个地方的股票上面啊？你只会反过来嘛，该逃的就逃，该转移资产的就转移嘛。因为战争烧的不仅是尸体啊，更多的是钱啊。你一个国家打仗就会没钱，没钱经济会不会好呢？股市会不会好呢？也就是说，巴菲特只是绕了一个弯，去警告美国的经济和股市随时会崩盘啊。如果呢你还觉得这是废话，那么整条华尔街呢，现在都在很直接的说我去年讲的，美国政府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要让美国进入到衰退。所以重点来了，当资本家他们都在唱衰美股，而现在美股还真的是在暴跌的时候呢，这代表什么啊？就是今天你是这些资本家，你买了很多股票，那你会不会到处说股市不行了，然后让股价暴跌啊？你不会吗？你这不就是主动亏钱吗？你只会说很看好股市，让大家放心的去买，然后推高股价，你再把股票卖给这些人出货嘛。所以现在当资本家都要唱衰股市的时候呢，这是不是说他们手上的股票早就已经卖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呢就可以下跌了，也应该要下跌了？因为在股市里面，不是只有你买了一只股票，然后那只股票涨了，你卖出去才能赚钱了。在股市下跌之前呢，只要你先卖出股票，然后在股市暴跌的时候，你把它买回来，这中间呢，你也可以赚到差价的。这个呢就叫做空。而如果这只是华尔街在唱衰美国，那美国政府呢，现在他们公布的数据都在说经济好像不太行了，可能要进入到衰退了。也因为这样，当资本家跟美国政府都在同时唱衰美国经济和美股的时候呢，一场雪崩恐怕拦也拦不住了。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去做空美股呢？而上一部影片也说了，当美股崩盘的时候，这些年大家疯狂投进去美股的钱呢，是不是就会大量的被赶过去美债避险了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美债的价格将会暴涨，那现在是不是又是我们抄底美债最佳的时机呢？而当瞬间有无数人抢着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去花的时候呢，那美国钱不够花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呢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一场美国政府跟资本家之间的博弈。如果你手上的钱押对了，那么你将会跨越阶层，而且当你跨越了阶层之后呢，你什么都不用做了，你一辈子都很难再变穷了。而如果你押错了，甚至什么都不做，那么你将会成为这一场博弈的牺牲品。因为这不仅是股市崩盘那么简单了，而是一场一生一次的财富大转移。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们这一场博弈的布局，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。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，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，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。首先你一定要搞清楚美国的钱是由谁来管的。很多人就会说当然是美国的财政部啊，就是那个川普的手下贝森特嘛。当美国把钱赚回来了之后呢，这个人就会去决定怎么花这笔钱，还有花多少钱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跟很多人的老婆一样，掌握了财政大权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如果一个人他身无分文的，钱包里面的钱呢，还有赚回来的钱都不够花的，就是当你都没钱给你老婆去管的时候呢，那他还管什么钱呢？你老婆还有什么财政大权啊？同理，当美国每年花出去的比赚回来的钱还要多2万亿美金的时候呢，当美国国库里面只剩下几千亿储蓄的时候呢，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还有什么财政大权啊？所以当你没钱的时候，你的老婆就只能出去找人借钱给你花嘛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美国都是发债度日的，而美国的财政部长呢，他只能决定美国要发多少的美债，也就是说要借多少钱。
但美债这个利息到底它是高还是低，甚至美国要不要去印钱，印多少钱，或者要不要把钱收回来去销毁，其实都是美联储来决定的。而最重要的是，美国最大的债主呢就是美联储，也就是说美国不够钱花，需要花钱的时候呢，到底是谁把钱给到美国的？是财政部吗？财政部也只能问别人借钱而已，而借钱给美国，而且决定借钱的利息是多少的是美联储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美联储不给钱，美国呢就没钱花了，没钱花呢就运作不下去了。那你要不要听话呢？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，美联储跟美国政府不是自己人吗？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是自己人啊？就是因为美联储会把自己赚到的钱上交给美国政府吗？那美联储是怎么赚钱的呢？很简单啊，美联储是负责发行货币的嘛。那么当美国政府不够钱花的时候呢，美联储就会去扩表，也就是印钱，然后把印出来的钱借给美国政府去花。那么当美国政府还钱的时候呢，美联储就可以赚走里面的那个利息，而最后美联储就会把自己赚到的钱都上交给这个美国政府。简单来说呢，美联储看上去就好像啊，我借钱给你美国政府，然后把借钱给你的那些赚到的利息呢，全都归还给你，对吧？实际上好像这个美联储呢是赚不到钱的，它的存在呢就是无条件帮助你美国政府解决没有钱花的这个问题的，对吧？但不好意思啊，看上去不赚钱不代表真的不赚钱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当年想要在澳门开个赌场，拿到这政府发的那个赌博牌照是很困难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叫赌王的人，他主动跟政府说，只要你把这个牌照给我，我赌场赚到90%的钱呢，都会捐出去，都会拿去做慈善的。这种条件呢，政府是完全不能拒绝的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牌照发给他了。然后赌王呢，就成为了世界富豪了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就听不懂了，他把钱都捐出去，都不赚钱了，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富豪呢？各位，赌场赚不赚钱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可以拿得到少数可以经营赌场的垄断权利，而这个权利呢，比赌场赚的钱可以多无数倍啊。比如说，因为你有了这个权利，你就可以让你的公司上市，你就可以去卖股票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公司的利润拿出去捐，那什么叫做利润呢？就是收入减去支出之后嘛，这个才会有利润。那如果支出大于收入呢，那就没有利润了。那么支出可以包括什么呢？比如说很多的公司都会为公司买一部车，给自己发一下薪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到最后这些支出大于收入就没有利润了，而且是合法的。所以就算一家企业把钱都交出去了，不代表不能赚钱了。同理，美联储把利润都交给美国政府了，不代表背后的资本家就不赚钱了，也不代表他们就是自己人啊。之前的影片说了，美联储是一个不受美国管控的私人机构，而这个机构的背后呢，就是一些财阀、资本家精英啊。当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股市崩盘了，美联储印出来天量的钱，最后呢，都是以接近于零的利息，转手就借给了巴菲特那些资本家去抄底贱卖资产的。还有去年，当股市越涨越高，巴菲特那些资本家在高位卖掉股票套现之后，美联储就开始升息了，然后让巴菲特把天量的现金都放进去高利息的短期美债，也就是让资本家放高利贷给美国政府啊。还有美国政府很多的支出，比如说一些医疗的福利，还有什么教育的补贴、买车的补贴，这些政府花的钱呢，最后是不是都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呢？所以美联储它根本不需要去赚钱的，因为当你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，还有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呢，而政府就只能向你要钱的时候，那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就拥有了很多跟政府谈判的筹码了，能听懂吗？而且现在美联储都在亏损了，就是他连要上交的钱都没有了，甚至要政府给他去补贴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美国有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，就是政治家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原因啊。而现在呢，川普接手美国政府之后，国库里面的钱不会花了吗？所以川普他一直要求美联储快速的降息，然后把钱借给美国政府，这样美国政府要还的利息呢就减少了，同时美债呢就有人买了，美国政府呢就有钱花了。但是美联储的老大直接就拒绝了。所以上一集说了，你会发现现在每一次只要美股和美国的经济稍微有一点好消息出现，
这川普就会马上重锤出击，要不呢就是裁员引发失业，要不呢就是加关税引爆通胀。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主动的去引爆一场经济的大衰退，让美股暴跌，把全世界投资在美股的钱赶过去投资美债上面去避险啊，就是你美联储不给钱，对吧？那么我就找其他人去要，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，川普的第一步就是找人去接盘美债，而重点来了，只要有人去接盘美债，就可以开始他的第二步，就是把美国从欠债的直接变成债主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要把美国的财政大权直接从美联储手上抢过来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现在说的呢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谬，就是你会觉得川普他们是不是喝多了？只要不喝到70度以上的酒呢，都说不出这样的话的。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海湖庄园协议，这名字呢其实不重要，重要是里面讲了些什么的。比如说今天你是日本的财阀，你看见美股暴跌了，所以你就把钱转移到美债，买了30年的美债，想要稳稳的收30年的利息去避险。而这时候呢，美国政府就告诉你，你必须把你手上30年的美债跟我去做交换，我呢就会给你一个100年的世纪美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假设今天我美国呢跟你借100万，我本来答应每年给你5%的利息的，30年后把债给你全部还清的，所以呢，你就会把这钱借给了我。而当我收到了钱之后呢，我美国就说你的这个钱呢，我现在要100年之后才会还给你。那你还想不想借给我呢？当然不想啊，因为100年之后你都可能不在了嘛。但是除非美国答应你，这100年里面每年都会给你很高的利息，就是说啊，你美国借了我100万，每年要还我10万，还100年，这样呢我才会愿意借钱给你美国，对吧？因为你10年左右呢就回本了，剩下的90年呢都是你的纯利润。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居然主动的用100年的国债来换走你的30年国债，你觉得他肯定会给你很高的利息回报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这100年的国债呢是没有利息的，同时你也不能把它拿出去卖。简单来说呢，你借给了我100万，本来30年后我要连本带利的把钱还清给你的，而现在呢，你必须要借给我100年，100年之后呢，我还是会还给你100万，不但不会给你利息，你还不能把这张美债的欠条在市场上面卖出去。当然了，100年之后，为了赔偿给你，我可能呢就不只还你100万，可能还你120万。这其实就有点像美国冻结了你的资产100年。冻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有100万的身价，这100万本来是属于你的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这100万呢你不能花出去了，因为它被冻结了。你要等到100年之后，这笔钱解冻了，你才可以拿出去花。而在这100年里面呢，你的这笔钱呢就归我管了，我想要用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再简单来说呢，如果你现在买了美债，如果这个海湖庄园协议后面真的是生效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借给美国的钱呢就跟没有了差不多了，因为100年后你的100万可能只贬值到价值1万了。而这个海湖庄园协议呢本身是很保密的，但是最近整条华尔街都在发研报，都在说这件事情啊。也就是说，当全世界都看到美债这个风险，那就算美股崩盘了，全世界的钱呢也不一定会转移到美债上了。而到那个时候呢，美股崩盘了，美债也有可能崩盘，股债就双杀了，川普的计划就会失败了，直接就会形成08年伊朗的金融危机了。所以很多人可能会看到啊，美股崩盘了，然后就无脑的冲进去美债，那么你可能就会直接套牢了。所以就算一件资产是很有价值的，但是你这错了时势买进，那么你都可能被套牢，卖出了就亏钱，不卖呢，这笔钱就被冻结了。所以美股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前去清仓？为什么这一轮美股的暴跌我们1分钱都没有亏呢？因为我们都在打游击战，赚到钱就跑嘛。虽然我们不能卖在最高点，因为我们没有水晶球，我们不可能看到未来到底是哪一天崩盘，但是我们却可以赚到美股最后暴涨的那波趋势，同时在暴跌之前去离场，1分钱都没有亏啊。而最重要的，有追踪我们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从去年6、7月开始，就慢慢的把美股赚到的钱转移到港股的小米上面，当时的价格大概是19美金左右，而现在最高已经差不多到60了，不到1年翻了接近3倍。这些都是有之前的影片为证，不能造假的。
我想要说的是，我们必须要把握自己比巴菲特更大的优势，就是我们比他更灵活。他卖资产要提前1年的，而我们只需要提前1秒。然后你去思考一下，如果一只股票你买它失败的概率是99%，你要不要去投呢？大部分人呢都摇头了，对吧？但为什么你不问一下，你投这股票亏的话亏多少钱，赚的话赚多少钱呢？如果今天我投了100只股票，有99只都亏钱了，但每一只我只亏1万，那我是不是亏了99万？但只要我有一只赢了，我就可以赚到1000万，那么我最后还是赚900多万嘛。所以我亏了99万，是不是只是我投资的成本呢？所以胜率是很重要的，但赔率也同样很重要。我们的方法呢，简单来说，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，但是我看到乌云了，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-70%的概率会下雨，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，我赚了就赚走你100块。但如果那30-40%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，我亏呢也只是亏1块给你。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，我只会输少赢多了。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，实际上我却是在投资啊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投资的方法，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，是可以贯穿任何资产，包括股票、黄金、比特币，甚至是外汇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到这套系统，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，因为我们将会在这个月下架了。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，是我的粉丝，这个报名费不用$100，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，直接免费。如果你错过之后呢，里面任何福利都将会取消了。好了，这个海湖庄园协议呢，更多的是针对一些国家，就是现在全世界只要跟美国做生意的国家手上呢都会持有美元的，而他们为了不让美元贬值呢，他们现在都买了很多美债了。而这个海湖庄园协议一出呢，就等同于把这些国家的美债冻结了嘛，让这些国家100年都不能追美国的债。而如果这些国家需要去周转，但手上的美元又不够，又不能卖这个100年的美债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美国就会告诉你，你可以拿这个100年的美债去美联储那边抵押借钱，然后美联储就会把美元给你，但是借钱呢却是需要还钱的，到时候你就需要付高一点的利息。简单来说嘛，假设我是日本，我手上呢拿着天量的美债，每年美国呢本来是要付我可能5%的利息的，但是现在只要我签了这份海湖庄园协议，换了这个100年的美债，那么我不但1分钱的利息都收不到，而且如果我把这个100年的美债拿去跟美联储借钱的话，我甚至要付他10%的利息啊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就会瞬间的从欠钱的变成收钱的债主啊。那么全世界的国家明知道是吃亏的，那可不可以不去签这一份海湖庄园协议呢？答案呢是可以的，只是说你这个国家呢就会面临被美国加非常高的关税，也就是说你不用再跟美国做生意了，你不用再赚走美国的钱了。同时你国家要发展科技吗？你要发展人工智能吗？不好意思，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晶片都在美国了，你不签了我就不卖给你，那你敢不敢不签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签了这份协议，就等同于主动放弃之前借给了美国的钱，而如果不签这个协议呢，就等同于主动放弃跟美国以后的生意合作、科技合作，甚至你出了什么事呢，其他国家来打你、揍你，美国呢也不会保护你了。那你会怎么选呢？你要过去的钱，还是未来的钱，还有安全呢？所以就算这协议再荒谬，到最后呢还是会有人签的，因为根本就没有选择嘛。所以这一份海湖庄园协议呢，它是不应该这么快就把这个细节公布出来的。川普引爆美股，把钱赶去美债的这一步才刚刚开始啊，而且布局了接近半年啊。但现在这个协议被公开了，也代表他的这个第2步很难就走下去了。因为如果你现在手上是拿着美债的，你是不是也要赶快在这份协议出来之前把美债卖掉去逃生呢？所以前几年中国、日本甚至英国都已经在抛售美债了，那后面呢，谁还敢再去买啊？所以重中之重来了，美股暴跌可能呢是会引发美债短期的反弹，但如果想让美债重新的进入到牛市，重新的开始长期上涨，必须要是有国家的资金进入的。而华尔街的资本家提前去把这个海湖庄园协议泄露出来了，其实就是破坏了国家的资金重新进入美债的这个想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美债才会继续的没有长期资金去接盘，
也只有这样，美国政府才会继续的需要问美联储拿钱，也只有这样，美国真正的财政大权才会继续的掌控在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手上啊。所以上一集就说了，我们会关注美债，讲的呢是短期的反弹，不是长期的压缩。很多人说，现在看到华尔街那些机构都在买长期的美债，他们是不是要重新长期布局啊？不是这样的。华尔街的资本家包括巴菲特，他们自己买的是短期美债，就是不到1年就到期了。而他们会买长期美债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很多的散户买了他们的 ETF， 所以他们是用散户的钱去买了长期美债了。也就是说，长期美债到现在这一刻还看不见有源源不绝的大资金要进去接盘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关注短期投机，不会关注长期的投资的。而如果你要投资美债，你还要去考虑一件事情，就是现在的美元指数已经下跌了6%了，也就是说美元正在开始贬值了。如果你买了美债，它给到你的利息可能只有5%，但是你的美元到时候换回这个台币或者是日元却贬值了6%的话，那你最后还是亏钱了。也因为这样，除了港股之外呢，去年我们把大量的美元都转移到黄金上面，也是有影片为证的。而目的呢，就是保存好赚回来的利润，等到美元贬值，美国的资产要贱卖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，或者是港股暴涨套现出来的钱去抄底贬值的美元，还有美国贱卖的资产呢。那么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到的技能，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的股票投资班，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教学和福利下架之前哦，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哦。而如果美股真的崩盘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空呢？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崩盘之前呢，很大概率会有一波反弹的。而如果你做空进场的时机错了，这一波反弹就会让你直接亏损的。而很多人呢，都会想要去抄底这一波反弹，想要赚走最后一波上涨的钱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高位被套牢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买了之后刚反弹，然后就直接暴跌崩盘了，他们来不及卖，也舍不得卖了。甚至连反弹都没有出现过，也因为这样，我自己呢不会去赚这反弹的钱，而做空的时候呢，也会去挑最弱的股票去做空。详细的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，不会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，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财富自由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的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、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